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再次回到过去，看看2007年打的一手牌。这手牌是 Full Tilt Poker 网站在英国录制的100万美元现金游戏的节目。这个节目也是当年 Full Tilt 网站的营销策略。节目的玩家都是自家赞助的专业牌手 ，Phil Ivey、Patrick Antonius、毒王等人都在其中。在2007年 ，Phil Ivey 跟 Patrick Antonius 都是毋庸置疑的世界头号和2号玩家，相当于足球界的梅西跟 C 罗。武林界的玄冥二老，两人在当代2021年照样是顶尖的玩家。这手牌在播出的时候是史上电视节目里底池最大的一手牌。那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。这手牌有2个盲注，300到600美元，和每人100元的前注。翻牌前大家都弃牌，到 Ivey 在 cut off 拿口袋钩涨到2000。Patrick 手里有 A10 不同花跟注，小盲位 Brian Townsend 也是当年的大咖。他手里有口袋8，本来想是要不要加注一下，但一看后面2位都太猛了，而且自己没有位置，筹码又这么深，想想算了，选择跟注。大盲弃牌，翻牌 AA 勾，底池7400。Ivey 翻牌就击中葫芦。先说一下，那晚 Ivey 输的是最多的玩家，当时已经输了30多万了，不停的输钱，形象很不好。这个时候他也不用掖着藏着了，直接压了5000。有时候你一直输就有这个好处，拿了好牌也没人信你。到了 Patrick 这里，他中了3条 A， 踢脚也算不错。他需要考虑是跟注还是加注。跟注的话 ，Ivey 如果是炸胡，可以继续让他炸胡，但是缺点就是这个底池会很小。加注的话，他可以扩大底池，而且 Patrick 跟 Ivey 之间交手过 N 次，彼此非常了解对方，所以在这里 Patrick 加注也可以给对方施加压力，让对手犯更大的错误。最后他选择加注到了15000。由于两人筹码都很深，所以 Patrick 这个加注范围非常广。他可以有 A， 可以有梅花听牌，可以有 K10 这类卡顺，甚至可以啥也没有。这就是深筹码德州的乐趣。Brian 弃牌，到了 Ivey 这里，他会想 Patrick 的攻击性非常强，要是跟注的话，对手在转牌大概率还是会继续下注的，但是主动权就交给了对手，那么下注的码量也就由对手来决定。可是 Ivey 的目的是想赢一个大底池，显然不想把码量这个决定权交给 Patrick。 更何况万一合牌的时候 Patrick 过牌呢，那计划不就泡汤了吗？所以在这里 Ivey 又加注到了5万，这样主动权还在 Ivey 手里，底池也在继续扩大，并且后面2条街 Ivey 还可以继续疯狂的输出。面对 Ivey 的加注， Patrick 也没什么选择，只能跟注。弃牌不可能，因为他知道 Ivey 完全有可能在这里炸胡，而且即使真的落后了，也能听葫芦。转牌方片5，这张牌对牌面没太大影响 ，Ivey 不用太担心 Patrick 有 A5， 反正如果被涨了再说。在这里 Ivey 继续输出，压住了10万。$100,000 bet. Those are $25,000 chips. 这个时候 Patrick 也知道 Ivey 是玩真的了。现在 Ivey 的手牌已经非常极端化了，不是有 A 大踢脚和葫芦，就是炸胡。Ivey 这么打还是有可能是反抗自己在翻牌的加注，或者他拿听筒花来炸胡。And look at this, Patrick Antonius is going to call. 于是 Patrick 跟注了，看对手合牌的反应。其实这手牌有一个小内幕，就是 Ivey 和 Patrick 两人在桌外还有一个小游戏，就是两人压翻牌出来 A 的颜色 ，Ivey 压红色 ，Patrick 压黑色。翻牌如果没有 A 就无所谓，每一个 A 是15000块，连续出现同样颜色的 A 就翻倍。比如这把牌面出现2个黑色的 A， 那 Ivey 就要付给 Patrick 3万块。为什么提这个呢？因为这个小游戏会影响两人的玩法。通常两人手里有对方 A 的颜色的时候，就想在翻牌前多加注一些，把人都打走，就不用看翻牌了。Patrick 通过这个细节认为 Ivey 手里要是有那个红色的 A 的话，他的翻牌前加注会大于2000，所以他怀疑 Ivey 没有 A。那这个线索就相当于 Patrick 有一个 A 的 blocker， 一个阻挡牌。我个人认为 Ivey 作为一个平衡玩家，他翻牌前有 A 跟没有 A 的加注应该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个分析是大神 Patrick 自己说的，那肯定是他更了解 Ivey。合牌是红桃圈，这个牌很吓人，双方都怕对方有 A 圈。不过 Patrick 有 A 圈的几率小于 Ivey， 因为他翻牌前没有3 bet。这里 Ivey 先做决定，他在那里想了足足有5分钟，
大家也是给他面子，没人吱声。其实 Ivy 也不是很有信心，他的牌毕竟不是大葫芦，他在这里很难拿对手3条 A 的价值，甚至对手有可能拿 A 圈正等着他压住呢。但是他如果不压住，对手牌比他弱的话，也绝对不会压住的，那他就拿不到价值。对手牌比他好的时候，他又不会弃牌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自己压住来争取更多的利益。最后 Ivy 压了25万，没有全压，因为全压看起来太强了。This could really sort him out. And look at this. This is the bet. It's $225,000. 看这解说员多卖力。这时候轮到 Patrick 响了。按理说 A10 没什么好跟住的，对手很有可能有大踢脚 A 或者葫芦。但是 Patrick 舍不得放弃这手牌，因为毕竟他已经投入了15万多，他也不想河牌被对手剥削，因为牌面没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再加上之前提到的那个小游戏的细节， Patrick 本来就认定 Ivy 手里没有 A， 所以在他看来 Ivy 手里的大牌只能是口袋勾和极少的口袋圈。 If he calls this bet, Ivy will actually be ahead. I call. He says cool. 最终 Patrick 还是不情愿的跟住了。其实这个小游戏是影响到了 Patrick， 虽然他的分析是对的，但是阻挡牌在这手牌里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，我没法评论世界第一高手。但是从广义来讲，很多人把阻挡牌看得过分重要。Blocker 其实只有在对手压住频率很高的时候才有用，当对手偶尔压的真的非常大的时候，他可能就是有牌。最后 Ivy 赢了当时电视上播放的最大一手牌。当然，随着现今游戏不断的在媒体上播放，这个记录也在不停的刷新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，我是许悠贤，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和订阅，咱们下期见。